肩膀疼痛就是50肩吗？实际上，肩胛脊症候群比50肩还常见。肩膀受伤，大部分病人会来诊间，一定是大概2种症状嘛，一个就是疼痛，一个就是无力感。对，所以当你发现你在肩膀在做动作，我们正常0到180很顺嘛，没有任何的疼痛或是异样、紧绷、无力的感觉，就是一个正常的肩膀。可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只要有疼痛，无力感，然后酸软有一些人不一定会很痛，他会用酸软来形容。这个大概肩膀都是开始有一些状况了。那因为肩膀有很多结构，它有2大块最重要的骨头，就是这一块叫肩胛骨，那下面就是上手臂的骨头，我们叫肱骨。肩胛骨跟肱骨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很多的肌腱才不会去夹到。肩胛脊的部分呢，肩膀在做动作的时候，某个部分夹到跟挤压了。那很多人呢，肩膀，比如说我们讲耸肩的嘛，所以他一开始肩膀的位置、肱骨的位置已经跑掉了，这样子刚开始在转，肌腱就先撞到了。那另外一个情形是，他可能肱骨位置还好，可是他旋转到一定角度的时候呢，我们的肩胛骨没有办法开始跟着移动旋转，所以到一定角度，他们2个还是撞在一起。所以如果这样重复的撞击跟拉扯，其实旋转肌腱最后就有可能走向撕裂跟断裂。如果已经开始有疼痛，那代表这个肌腱已经开始发炎了嘛？这个时候再不去处理的话，你胛脊继续夹，其实严重的话，这个肌腱就开始破皮，然后撕裂，甚至最后断裂。那肌腱断掉了，你这个肩膀基本上就是会有很无力的感觉，甚至无力到抬不起来。有一些病人如果比较急性的断裂，他进来的症状就是说，我肩膀怎么这样？我想要抬起来，他只能这样了，他已经完全举不高。所以对生活最大的影响就是断裂了，你的肩关节就失能了。就没有举高的功能了。大概分3个阶段啦。第一个阶段就是病人来找我们，他发炎开始疼痛了，可是我们经过检查发现他还没有进入到撕裂伤跟断裂那个阶段。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先初期的治疗，就是帮他矫正姿势，让他的骨架首先回到正常的位置，还有让他的轨道正常。那已经发炎肿胀的肌腱呢，我们再透过附件的一些仪器，譬如说雷射啊，超音波啊，那去修复肌腱，那用电疗啊去放松它周边肩关节比较紧绷的肌肉，那协助它的轨道恢复正常。第2期的话，就是肌腱开始出现撕裂伤嘛，就开始有裂痕。这个时候的最重要的治疗就是要帮助肌腱的愈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比较进阶的疗法，会建议病人开始做增生疗法啊。增生剂的选择有很多，从高浓度葡萄糖 PRP 到现在最新的 PLT 动经都有，就是依照病人的严重度，我们会去给建议。PLT 的血小板动经它就是从我们自己的血液的原料，然后去萃取浓缩出一个比较高浓度的血小板。那血小板里面因为有非常多的生长因子，就像我们伤口破皮之后，那不是会出现一些黄黄的组织液，那个就是我们的血小板它发挥的功能，帮我们伤口愈合。所以它浓缩到比较高倍率的血小板之后，就可以打到患部，就可以帮助我们的患部的肌腱去修复跟愈合。那打针的酸胀不适感也比一般的传统的一些注射治疗来得低。PLT 的优点之一就是它只需要抽1次的血，那1次抽1个血袋之后，它就可以做6到20瓶的那个冻精瓶，像这样子。那每一次我们就因为这个冻精瓶它可以保存3年嘛，所以它不需要每一次都抽血。因为这些冻精我们打进去，基本上是诱发一个身体的一个修复反应，它跟我们的发炎反应是类似的。大概它在作用最强烈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吃消炎药。那再来的话，因为身体的修复需要能量嘛，需要一些营养素，所以我们也会建议他补充一些营养，比如维他命 B、维他命 C、维他命 D 这一类的东西，它可以帮助我们的伤口去修复。其实撕裂伤它如果是从肩胛脊症候群去演变而来的，那撕裂伤可以透过这些治疗去帮助愈合。如果你的胛脊、你的骨架的位置依旧是错误的，那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再复发。而且常常听到患者跟我们讲的就是，痛是有比较好，可是我肩膀怎么在举高，还是哪里卡卡的呢？那个就是胛脊还在啊，你的骨架还是卡住的。肩胛脊要真正完全好，一定要配合大量的运动治疗，不管是基地的锻炼粘连的紧绷肌肉的放松这些都需要病人大量的配合，回家做一些伸展，做一些按摩，那甚至请治疗师指导做一些强化训练，最后这个病才可以算是完全被解决掉。